大家好，丧尸迷小岗又来了。今天讲述的故事荒诞又搞笑，既恐怖又有点催泪，主打的就是一个新奇创意。你敢相信被丧尸咬上一口，反而能够重振雄风吗？被丧尸咬过的人会变得年轻几十岁，于是人们每天排着队挨个被丧尸咬。而这只丧尸只爱吃包菜，别的丧尸都在吃人脑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想吃，而是实力不允许，甚至被眼前的几个大妈无视。大妈们根本就不当一回事，还以为他是个要饭的，只留下一脸耻辱的阿丧。这时有小孩用石头砸他，阿丧一下就怒了，寻思大人吃不着，我吃个小孩也行啊。结果在灵活的小孩面前，也只能被耍得团团转。于是他将目光投向村里的大黑狗，吃不到两脚兽的肉，那我吃条狗也行啊。终于他看到一个柔弱女子阿珍，他径直地冲了过去，眼看送上门的肉就要得手，结果被当成了流氓。但阿珍也害怕大黑狗，就这样他们从村尾跑到了村口。此时阿珍的二哥刚从城里回来，不明情况的他也跟着跑。奔跑中阿珍不慎摔倒，一时半会起不来。阿丧感觉吃到人肉有望，但就在下一秒，司机正是阿珍的大哥。阿丧被撞飞几十米，但拥有丧尸体质的他没那么容易死，可他也彻底领略到人类的凶残，转头就跑。丢尽脸面的阿丧只能躲进厕所，结果又被阿珍的父亲发现。大爷以为他是个变态，拿着皮揣子疯狂敲打，大爷只能在原地气急败坏。事后大爷身体莫名的燥热，又开空调又开风扇，依旧汗流不止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家里的仓库传来阵阵异响，结果看到阿丧竟然在啃他的包菜。下午啃我头，晚上吃我菜。大爷怒火中烧，拿起铁铲就要找他算账。没想到阿丧极为耐揍，闻声而来的大哥上来就是一个飞踢，谁知墙上的钢筋正好贯穿了阿丧胸口。大家都以为闹出了人命，结果阿丧却动了起来。一家人被吓得逃出仓库，锁上门。他们都很迷惑，讨论着这是什么鬼怪。要说还是城里的二哥见识广，他掏出手机播放一段《釜山行》丧尸电影，所有人才恍然大悟。大家默默地站到一旁，远离早上刚被阿丧咬过的父亲。几人没有犹豫，把父亲锁进车里，开始商量对策。二哥提议最好趁现在还没尸变，帮父亲解脱，但大哥坚决不同意。就在这时，被咬的父亲已经从昏迷中苏醒，他从车顶一跃而下，走回屋里，一声不吭地坐下。父亲只是想打个哈欠，就被二哥一酒瓶爆头，还补了好几拳，真可谓是孝子担当。其实大爷不仅没有变异，还比之前年轻了好几十岁，连厕所都一泻千里，川流不息。周围的老头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。不仅如此，大爷人也变得超级精神，这一定是阿丧的功劳。他高兴的手舞足蹈。老钟想到了一个赚大钱的方法，只要利用好阿丧的能力，那岂不是要走上人生巅峰？一家人说干就干。很快，村里的老头为了重振雄风，他们不惜掏空家底，让阿丧用力咬一口。但第二天早上，全村的老头果然都面色红润，精神饱满，腰也不酸，背也不痛了，连瘫痪几十年的也奇迹般站了起来。而赚到钱的大爷果断卷款，跑到心心念念的夏威夷度假去了。大哥本来有点失落，但没多久，全村的老头找上门来，嚷嚷着要向天再借500年。二哥见状，顺势继承父亲的生意，于是把加油站开成了男人的加油站。阿丧负责咬人，大嫂负责收钱，阿珍负责处理伤口，一家人因此赚的是盆满钵满。为了奖励阿丧的无私奉献，还专门将房车给他装修成了新家。阿珍还把他带到理发店收拾了一番，然后还配上帅气的衣服。阿丧瞬间变成大帅哥，看得阿珍都想跟他来一场跨越种族的恋爱。财迷心窍的二哥却想把阿丧卖给药厂做实验，毕竟那笔钱才是大头。但他的谈话刚好被路过的阿珍听见，为了不让阿丧受到伤害，阿珍决定偷偷把他送走。他带着阿丧来到了后山，让他快跑，再也不要回来。二哥发现阿丧不见，急得焦头烂额。他找遍村里每个角落，最后还是在后山发现了阿丧。他仍然傻傻地站在原地，等阿珍带他回家。二哥转身就把阿丧带到车站，准备坐车前往城里进行交易。结果买瓶饮料的功夫就看到了这一幕，原来病毒也是有潜伏期的。很快又有几只丧尸闯进车站内，二哥见势不妙，夺命而逃。可外面的丧尸更多，整个车站已经变成人间炼狱。而之前被阿丧咬过的人也纷纷变异，但他们跟阿丧不一样，他们是真正的肉食主义者。此时街道上已经一片混乱，二哥他只能躲在车底打电话给警察求救。可警方以为是恶作剧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突然有个电话打来，听到声音的丧尸不断靠近，他只能把手机丢到一旁，趁着丧尸被引开，他跑了出来，但很快又被丧尸盯上，他迅速逃离这里。此时丧尸纷纷开始往电线杆聚集，等丧尸走后，他从里面出来，他找到一辆货车，然后开着车穿过狮群，成功避开丧尸们的围堵，然后一路狂飙往家的方向赶。另一边，阿珍刚睡醒，看到外面闯进来一只丧尸，他跑到外面向刚好回家的大哥大嫂求助。眼看丧尸就要扑上来，还好大嫂及时出手，
可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警察看见，他误以为几人是歹徒，让丧尸躲在他的身后。等他发觉不对劲，为时已晚，三人赶紧逃回屋里。可丧尸数量实在太多，眼看大门就要被攻陷，几人只能找来桌子暂时挡住，然后迅速跑到2楼，拿出二哥的末世求生手册。按照书上的指南，他们全身上下穿上厚厚的棉衣，然后用锅碗瓢盆盖在头上。三人全副武装，严阵以待。他们一直持续到晚上。怀孕的大嫂没忍住叫了一声，成功吸引了丧尸的注意。很快，丧尸就从楼梯口爬了上来。幸好棉衣起了作用，只是抓破了衣服里的棉花。三人还是成功钻出窗外，来到另一边房子的楼顶。远处传来一阵喇叭声，原来是二哥开车赶了回来。大哥极为兴奋，可二哥并没有理会他，而是径直来到丧尸们面前，方向盘一打，一个急转弯停了下来。二哥掏出烟花加特林，对着丧尸疯狂扫射，完全忘了自己家开的是加油站。在大哥的疯狂提醒下，二哥这才反应过来，结果因为火力太猛，烟花不仅没熄灭，还点燃了车里的其他存货。丧尸们被光亮吸引，全朝着车子走过去。随着一大束烟花射向空中，巨大的光亮和声响引来方圆10里的丧尸。更糟糕的是，大嫂偏偏这时候羊水破了，逃走是不可能的。兄弟2人只能伪装成丧尸，试图穿越尸群。显然这招很有效果，他们成功蒙混过关，把钢丝绳挂好，2人也顺利来到车里。情急之下，大哥打开了车内的灯，丧尸瞬间把货车团团包围，车子在丧尸的撞击下摇摇欲坠。危急关头，阿珍提着割草机冲了出来。一个弱女子哪里是丧尸的对手，很快就被尸群扑倒在地。丧尸却突然停止了行动，原来阿桑也跟着尸群回到这里，他挡在所有丧尸面前。就在这时，楼顶有只丧尸不小心踩到电线，火花四溅，灯光闪烁，丧尸们被这场景所吸引，加油站瞬间变成了蹦迪现场。大哥想起钥匙放在屋里的2楼，他想趁此机会下车准备去拿，可灯光突然熄灭，眼看尸群就要扑过来，没想到刚出生的儿子救了他一命。啼哭声把丧尸吸引了过去，大哥也在2楼成功找到车钥匙，他强行来到窗边将钥匙一抛，二哥成功接住，他嘱咐二哥照顾好大嫂。话音刚落就被淹没在丧尸群中，来不及悲伤，二哥启动了汽车准备撤离。阿珍趁此机会和阿桑一起上车，谁知阿桑却不肯走，他有意识地把门关上，用自己的身体堵门抵挡住了丧尸。他拼命推开靠近的尸群，车子还是无法前进，他只好倒车甩开丧尸，撞破了加油机，里面的汽油喷涌而出。突然车里闯进了一个人，竟然是死里逃生的大哥。二哥再次猛踩油门加速往前冲，这一次终于将房车从仓库拽了出来。他们成功逃离了丧尸群，而车上的阿珍疯狂拍打车窗，看着尸群中的阿桑，他流下了不舍的泪水。阿桑恢复了一些神智，他望向家里的方向，仿佛看到了跟这一家人的合照。作为丧尸的他居然眼眶湿润，嘴里不停念着阿珍的名字。周围的丧尸们听到后集体回头，接着疯狂地撕咬着阿桑。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打开火机，点燃汽油，与丧尸们同归于尽。也许是这一家人的爱让他变得有人性，而这份感情也让他选择牺牲了自己。车子不知开了多久，最终停在一个隧道口。原来大哥发生了变异，他还是被丧尸咬了。就在大家惊魂未定的时候，隧道里却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他们的父亲，从夏威夷度假回来了。可大家怎么也想不通，明明父亲是第一个被咬的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变成丧尸？此时收音机传来了报道，如果被咬后并没有发生变异，说明体内对病毒有天生的抗体。原来大爷相当于移动的活疫苗，这下所有人都有救了。而阿桑在爆炸时被压在尸堆下面，刚好让他保住了一命。最后大爷一家变成了疫苗先锋队，他们走遍每个角落给丧尸们接种疫苗，而治疗的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粗暴，就是让丧尸都排好队，让拥有免疫力的大爷一个一个的咬。原本想靠丧尸赚钱的他们，最后还得一个个咬回去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